为什么说定军山之战是黄忠的封神之战？当听说黄忠斩杀夏侯渊时，刘备和曹操的反应竟然高度相似。要知道，夏侯渊算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两军阵前被当场砍死的最高级别统帅之一。哈喽，大家好，我是 Carlo。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人物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大器晚成，什么叫做绝地反击。这个人就是在评论区被很多观众期待已久，却又被历史迷雾遮蔽了真正面目的老将黄忠。在开讲前，如果我告诉你，你所了解的黄忠其实可能是被后人精心包装过的一个谎言形象，你信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评论区。说起黄忠，大家脑子里的形象一定是满头白发、60岁的老大爷，在战场上依然老当益壮，不仅能随手拉开100来斤的大功，还能跟关二爷大战300回合不分胜负。当年我看《三国演义》，关公战长沙时，真的被黄老将军的气场给震撼到了。黄忠用弓箭射中关二爷的头盔，放关二爷一条生路的时候，我心里直呼：李大爷毕竟还是李大爷。今天我们就翻开史书《三国志》，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黄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在赵云那一期讲过，赵云在史书上仅有200个字的记载，而关于黄忠的记载更是少得可怜，甚至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他真正名扬天下，在历史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时间，是从西元211年跟随刘备入蜀算起，直到建安25年，也就是西元220年去世。满打满算，黄忠人生中最清晰、最辉煌的时光，不过短短9年光景。至于黄忠到底活了多少岁，是老头还是壮汉，在正史上一直是一个谜。《三国志》记载，黄忠字汉升，南阳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中郎将，与表从子盘共守长沙攸县。有学者认为，黄忠可能出生于当时荆州8大家族之一的江夏黄氏。这个江夏黄氏大有来头，祖上就是东汉著名的24孝之一的黄香，就是那个冬月温清暖，炎天善整凉，儿童之子直，千古一黄香的黄香。东吴的黄盖就是黄香的直系曾孙。江夏黄氏除了黄盖、黄忠以外，还包括了江夏太守黄祖，还有诸葛亮的老丈人黄承彦。不过黄祖、黄盖和黄承彦，他们凭借家族的关系，地位都不低。比如像黄祖，他就是江夏太守；黄承彦也能娶到荆州的顶级门阀蔡氏。黄盖地位就不用多说了，江东3朝元老，他们在荆州、在江东都混得风生水起。但我们再看看黄忠，跟这些人一比，基本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物。黄忠当上中郎将是在初平3年，也就是西元192年。按理说新官上任3把火，可黄忠这把火还没烧起来，就迎头撞上了一堵墙。这堵墙叫太史慈。当时黄忠的顶头上司刘盘，这个人骁勇善战，他成功引起了孙策的注意，孙策便派太史慈前去挑衅，结果就是刘盘和黄忠被击溃数次，注意是数次，再之后就没有之后了。也就是说，早年的黄忠其实平平无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在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真的特别有感触。黄忠这个时候大概率已经是个中年人了。在古代，这已经是大半辈子过去了。也许是黄忠当时的能力还没有觉醒，也许是他作为一个副将，压根就没有指挥权。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的黄忠身上已经深深烙上了败军之将的标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天下的枭雄根本没有把黄忠这号人物放在眼里的原因。在这个阶段，黄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职场老龙套。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日子，一熬就是10几年。刘盘死后，接盘长沙太守的叫韩玄。建安13年，曹操挥师南下，刘表病死，荆州太守刘琮投降，曹操兵不血刃拿下了荆州。长沙太守韩玄一看这个架势，也直接带着黄忠一起投降了曹操。曹操接盘以后，黄忠被封为了代理郫将军，官职虽然升了，但其实还是在韩玄手下。曹操赤壁兵败以后，刘备带兵收割荆州4郡，韩玄又非常识时务的带着黄忠投降了刘备。注意，红脸的关公战长沙是演绎情节，历史上长沙是光荣革命，和平交接。这个时候的黄忠可能大概率也已经认命了，10多年的青春和热血
就这样硬生生的耗在了长沙郡的冷板凳上。我们在关羽那期有讲到，关羽在曹操那里打工的时候，就已经被汉献帝封为了偏将军、汉寿亭侯。在当时，黄忠和关羽地位差距极大，一个是镇守荆州的核心高管，一个是刚被收编的地方降将，所以两个人虽然同在荆州，但真正一起共事的时间极短。这也就是为什么关羽听说黄忠被封为后将军的时候，态度极其蔑视的根本原因。关羽的性格嘛，善待主武而骄于士大夫，在关羽的视角里，黄忠就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透明人。在当时，不仅是关羽没拿黄忠当回事，就连当时雄踞北方的曹操也没拿黄忠当回事。黄忠跟韩玄投降曹操的那段时间，曹操基本上不知道黄忠的存在。当然，这个和此时黄忠的身份和地位也有很大的关系，可能黄忠压根就没有接触到曹操的机会。黄忠真正的闪光点，或者说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在入蜀之后才被彻底点燃的。建安16年，西元211年，改变黄忠命运的事件开场了。刘备受益州牧刘璋的邀请，以协助刘璋对抗汉中张鲁的名义入川。刘备此时把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全部留守荆州，谋士只带上了庞统，而武将则带上了黄忠和魏延。说明这个时候刘备已经看出了黄忠的价值。我们都知道，刘璋请刘备入川是想花重金请他来当金牌打手，对付汉中的张鲁。可结果呢？这个请来的刘备看上了雇主刘璋的地盘。刘备和刘璋在第2年，也就是西元212年，彻底翻脸。就在双方正式决裂的那一刻，远在最前线的加盟关的黄忠接到刘备的命令，刘备一声令下，黄忠和另一位将军卓英直接在加盟关原地调转枪口。这一刻，黄忠就像一头解开锁链的老狮子，一路攻城拔寨，直扑刘璋的大本营。《三国志·黄忠传》里用了极其震撼的9个字来形容黄忠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细品一下，先登陷阵，打仗的时候，也就是说，黄忠作为主帅，他不是在后方指挥，而是亲自带头冲锋。我们在孙坚那期影片有说到，第一个爬上城墙的叫先登。那今天我再告诉你们，第一个撕开敌方阵型的叫陷阵。也就是说，此时的黄忠是在玩命。在古代，这种先登陷阵都是步兵中最核心、最精锐的敢死队才能胜任的。凭借着这股狠劲，黄忠在平定益州之后，刘备直接给他升了官，讨虏将军。此时，老当益壮的黄忠终于用自己的刀砍掉了一身平平无奇的标签。但是这还不够，讨虏将军只是一个杂号将军。真正让黄忠一战封神，彻底奠定他在蜀汉核心地位的，是那一场震古烁今的定军山之战。这定军山之战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这么说吧，黄忠就是靠着这场战役直接跟关羽平起平坐。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定军山这3个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是非同凡响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就是1905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这部电影由当时的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大家细品一下这背后的含金量。当咱们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现代电影技术，第一次决定要把最值得纪念的画面刻在胶片上的时候，老祖宗选的竟然是黄忠刀劈夏侯渊这场汉中战役。正是因为这场战役被后世文人墨客、戏曲名家疯狂的打磨、反复的传唱，也就足以说明这种绝地反击、一战封神的极致燃点，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文化基因里分量到底有多重。从历史层面上来看，汉中之战算得上是三国时期的重大战役。在黄忠拔刀之前，刘备在汉中其实打得极其被动，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当时只有张飞在瓦口隘击败了张合，勉强把战线推到了汉中的外围。但是蜀汉的主力大军在整整1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战果，不仅没有战果，反而损兵折将。雷同、吴兰战死，陈氏被徐晃打败，刘备本人也被夏侯渊死死卡在阳平关外，僵持了1年多，寸步难行。就在这个进退两难的窒息时刻，那个扛着大刀的老将黄忠站出来了。
我们在开讲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当时的形势。此时刘备和法正非常清楚，如果不拿下汉中作为益州的屏障，蜀汉不仅日后北伐是痴人说梦，甚至可以说连自保都成问题。此时曹军的夏侯渊在南面防守，张合在东面，形成了一个犄角之势。只要刘备攻打一方，另一方就会带兵夹击。但是夏侯渊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就是地势优势其实是在刘备这边。刘备是进攻方，而且是居高临下，所以夏侯渊南面大营有多少人，张合东边大营有多少人，换防时间要多久，刘备和法正站在山头上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刘备和法正相视一笑，既然你夏侯渊兵分两路，那我就用10成的全部兵力死磕你其中的一个点。决战的那个晚上，刘备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东面的张合大营发动了猛攻。刘备把军队分成了10队，一波接一波进行了车轮战。张合被打得快崩溃了，眼看防线就要被撕碎，赶紧向夏侯渊疯狂求救。夏侯渊直接分出一半的兵力去支援张合。就在夏侯渊兵力空虚的这个节骨眼上，刘备的连环计来了。因为是晚上，刘备派人偷偷摸过去，一把火烧了夏侯渊的南面大营的鹿角。这个鹿角就是用带刺的树木扎成的巨马。我小时候玩《三国群英传》，每次兵力不多的情况下，就会在千人战开始前部署鹿角，但并没有什么卵用。不过游戏里没卵用，但现实生活中，古代战场这个鹿角是防御骑兵和步兵冲锋的核心公式。这鹿角一烧，营地等于脱光了衣服。夏侯渊作为全军主帅，这个时候犯了一个极其致命也极其离谱的错误。他亲自带着400多个精锐跑出营帐去修鹿角。此时此刻，法正正站在高山上俯瞰这一切，火光之中，他看到了亲自出来修鹿角的夏侯渊。法正冷冷地吐出2个字：可击。话音刚落，犹如下山猛虎一般的黄忠带着蜀汉最精锐的突击队，借着夜色和火光狂飙突进。《三国志·黄忠传》里这一段描写陈寿简直把它写成了电影剧本。渊众甚惊，终推风必进，劝率士卒，筋骨震天，欢声动骨，一战斩渊，渊军大败。连一向惜字如金的陈寿都忍不住用这么长、这么有画面的排比句来描绘当时的情景。闭眼感受一下，透过这些文字，仿佛都能感受到定军山脚下的战鼓声。我们再来看原文，渊众甚惊，也就是说，夏侯渊身边的几百个人都是曹军最核心的亲卫队。但黄忠根本不管，推风必进。他在敌军的兵堆里疯狂冲杀，武器剧烈碰撞。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黄忠一刀劈下，曹魏西北军区总司令夏侯渊当场被斩杀。主帅一死，曹军瞬间全线崩盘。张合只能狼狈地带着残兵败将缩回阳平关附近。根据《郭淮传》的记载，夏侯渊死后，曹军慌成一团。于是郭淮商量着赶紧依水为阵来挡住刘备。郭淮说：“远水为阵，引而制之，半计而后击，备可破也。”意思是咱们退远一点，引刘备渡河，等他渡过一半，我们再来大举出击。结果人家刘备根本不上当，而是稳扎稳打。曹军这边靠着郭淮，算是暂时稳住了阵脚。后来曹操也带兵亲征汉中。但大势已去，汉中最终还是归入了刘备之手。这场定军山之上，黄忠这一刀劈出的不仅仅是夏侯渊的人头，更是整个蜀汉的国运。这一战直接打破了刘备在汉中僵持1年多的困局，也为刘备最终夺取汉中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说到，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打出的是个人的威名。但黄忠这一战打出的是蜀汉的半壁江山，这算得上是蜀汉政权最关键的旷世奇功，也是后来黄忠能够直接挤掉资历更老、人气更高的赵云，成功上位蜀汉头号将军的核心原因之一。在赵云那期节目当中，评论区有很多人为赵云感到惋惜，觉得赵云被屈才。这就好比在职场上，你平时业绩再好，不如在关键时刻拿下一个决定公司生死存亡的超级大战。有了这个硬指标，谁敢不服？从建安16年到建安24年，这整整8年间，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马超，他们都亲眼见证了黄忠是怎么
拿命拼出这些功名的。但远在荆州的关羽根本体会不到，也不理解，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黄忠还是那个长沙城下默默无闻的降将老兵。加上关羽的性格，我们之前说过，刚拿至今，所以当刘备进位汉中王，封黄忠为后将军时，关羽才说的那句“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小说《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关羽和黄忠两人英雄相惜，所以杜撰了关公战长沙。但这其实也是在给情节挖坑，因为前面两人英雄相惜，但后面又要尊重史实，又不得不写关羽看不起黄忠，所以这才有了这种前后的割裂感。最后，我们再来聊聊黄忠最颠覆大家认知的一个点，就是他的年龄之谜。我们翻遍了所有正史的资料，没有任何一处记载明确的说过黄忠是一个老将。因为黄忠的出生年月根本不详，可能唯一的线索就是关羽骂的那句“老兵”。但大家记住，“老兵”这个词在古代军营里，它可能是指你年龄大，也可能是指你当兵的时间长，也就是兵油子。就像咱们现在的部队里，不管你多大岁数，入伍早的都叫老兵。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黄忠和赵云是强志壮猛，并作爪牙，其贯腾之徒昱，意思是他俩强壮勇猛，是刘备的左膀右臂，类似于当年刘邦手下的灌婴、滕公这类人。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黄忠的年龄其实和赵云差不多，正值壮年？那么老黄忠这个形象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就要归功于后来那些唱戏曲、写小说的文人们。为了在戏台上让这个人物有辨识度，为了营造一种视觉上的反差感，他们硬生生的给黄忠套上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人设。不得不说，这个文化包装倒是非常成功。一个60岁的老大爷还能在战场上刀劈名将，不仅让人印象深刻，也充满了励志色彩。从黄忠的一生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隐藏的赢家，那就是刘备。黄忠这匹千里马在刘表手下混了10几年，是个废柴，跟着韩玄投向了曹操。曹操用人口号那是唯才是举，可这种顶级的 HR 也完全没看出黄忠的潜力。唯独刘备一眼看穿了黄忠皮囊下那颗渴望厮杀的心，这也说明了刘备的识人用人的段位不容小觑。更有意思的是，夏侯渊死后，曹操和刘备这两个老对手的反应。根据魏略的记载，刘备听说黄忠把夏侯渊砍了，非但没有大喜，反而说杀个夏侯渊有什么用？要杀就杀张合。要我说，这刘备算是有点凡尔赛了。至于曹操是什么反应？曹操亲自写了一篇军策令：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帝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作为全军的总督帅，亲自上阵杀敌都不应该，还居然跑去修鹿角，是真不会用兵。白帝将军在古文里，白帝就是寸草不生的荒地，字面意思就是一片空白，可以理解为曹操说夏侯渊有勇无谋，缺乏大局观，战术修养基本为零。1年以后，也就是在黄忠斩杀夏侯渊的次年，西元220年，黄忠病逝，一代猛将带着刚到手的功勋永远离开了沙场，谥号刚侯。讲到这里，黄忠大器晚成的一生算是彻底落幕了。但是历史上最魔幻、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就在于，这位绝世猛将生前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没有被敌人的刀枪剑戟打垮，但在他死后的1000多年，却被后人的无知和狂热给挫骨扬灰。在清代道光年间，成都西郊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挖出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汉刚侯黄公会忠至汉生之墓”。于是当地乡绅集资重修了黄忠墓，并修建了祠堂。据说当地也直接改名黄忠村，每年清明10里8乡的百姓都会来这里赶庙会、上香祈福。但是1965年，当地政府修公墓，黄忠的墓和伴随着墓旁那些上百年的松树和柏树被推土机全部荡平了。紧接着第2年，文革爆发，破四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地，一群打着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把黄忠的祠堂、塑像全部砸毁，那些挂了上百年的牌匾和对联被扯下来踩在脚底，曾经香火鼎盛的祠堂几乎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具空空的棺存。我想黄忠给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启发在于，他不认命，他永远在准备。
前半生碌碌无为，被所有人看扁，定军山一战封神，可以说当之无愧地做到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历史或许给他加上了白发苍苍的老将人设，但拨开这些外衣，里面却是一个硬核在隐忍中等待爆发的真正汉子。所以咱们现在如果觉得自己的生活处境很绝望，或者职场发展不顺，我们就看看黄忠，人生的翻盘或许就藏在你咬牙坚持的下一年里。好了，关于黄忠，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希望黄忠的故事能给大家的工作带来一点冲劲。虽然这是鸡汤，但正如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不仅仅是看历史故事，更是看人性。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记得点赞关注，有不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的下方进行补充。我是卡洛，我们下期再见。黄老将军虽胜张合，却难保能胜夏侯渊，此战关系重大。我有意派一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方可敌之。昔日廉颇年80，上士斗米肉10斤，诸侯畏其勇，不敢犯赵。何况黄忠未及70，我此去定斩夏侯渊首级，献于麾下。